线上的家人朋友们平安，我是梦幻厨房在我家的 Vivian。拍谁？今天声音给他有点烧香，虽然烧香，还是要跟大家分享这个免揉牛奶面包吐司。最近真的疯狂爱上做各式的免揉面包，免揉的面团真的太方便了，完全不需要任何机器揉面，也不需要揉出薄膜，只需要把材料混合在一起。几次的拉伸折叠，再放入冰箱低温冷藏发酵，最后再整成想要的形状，甚至透过模具做成吐司。这个面团配方简直是太万用了，重点是整体口感非常柔软湿润，浓浓的奶香味真的非常好吃。想试试做面包的，非常推荐从免揉面包开始。材料配方请荧幕截图，或者是点开资讯栏有详细的文字食谱连结哦。文字食谱我有给它认真写。首先在牛奶当中加入糖跟酵母，我是用全脂的比较香，如果你要用低脂的也是可以，甚至想用植物奶的也可以哦。就把它们搅拌静置一下，没有很匀也没关系哦。接着在保鲜盒当中我们加入面粉跟盐，做面包通常都用高筋面粉，用中筋也是可以，但口感跟筋性肯定跟高筋是不一样的。把调好的牛奶酵母水直接倒入面粉当中，接着用刮刀或是筷子或是刮板，任何可以拌的工具都可以，先把水跟面粉拌在一起，拌到没有粉粒残留的状态。这个部分其实没有什么特别的手法，就是想办法把水粉混合均匀拌在一起。记得边拌的过程旁边沾黏的物质可以刮一下，大概就是拌到影片这样子没有粉粒残留的状态。刮板上跟盒子边记得残余物都刮一下，这样子才不会耗材太多。接下来我们松弛个10分钟左右，再来添加油脂的部分，防止干燥就盖上盖子静置10分钟，让它初步水和，然后面筋松弛一下。接下来加入油脂，我用的是奶油，也可以用无水奶油，用奶油特别的香，想改成椰子油或是酪梨油也都可以哦。用软化的奶油或是溶成液态状的奶油都可以。接着我们就是想办法把奶油跟面团融合在一起，可以稍微的拉伸，然后边按压边用拳头把它们压拌在一起，反正就是让奶油跟面团整个融合。边拉伸折叠边按压，就参考影片上面的动作跟手法，很快油脂就可以融合吸收到面团当中。这个角度看起来比较清楚，就是拉伸，再用拳头把油脂跟面团融合。说真的，有些动作真的很难用文字把它讲解得很细，其实就看动作模仿就对了。你想用手指头整个揉捏一下也可以哦，这些动作都不困难，而且特别的解压。如果平常工作特别烧脑的朋友，我觉得休息的时候做面包放空一下，因为你在反复做这些动作的时候其实不太用脑的，所以反而可以放松。接着我们再松弛个10来分钟，就可以开始甩折面团。反正记得面团一有动作就会变紧，一紧了之后就让它松弛。松弛休息够了呢，又可以再次动作，让它增强筋性。这时候的甩折呢，大约只需要做10回合。这个动作可以让面团产生筋性，也可以让面团变得更光滑。甩折10回合左右呢，就可以把面团稍微的收圆，就是让光滑面朝上。接着可以盖上盖子，我们要准备做低温冷藏发酵，直接把面团放入冰箱冷藏发酵隔夜，至少8个小时，最多2天。要使用时冰箱取出，常温回温30分钟，反正就是这段时间内你可以随时取出面团操作，有时间的时候再来做很方便。面团表面跟桌面都撒上些许的手粉，手粉通常用高筋面粉，防止沾黏。然后把面团整个倒扣出来，表面也撒上些许的手粉，稍微的排除大气体。要做吐司的部分才会用到擀面杖，其他造型手轻拍排气就可以，尤其面团边边的大气泡可以排掉。接着就是分割成你要的大小，其实这个面团呢，塑成什么形状都可以，就看你想玩什么造型。因为刚好新买了一个猫吐司的模具，来试做一个猫咪牛奶吐司的造型。因为你们的模具容量呢，不见得跟我一样了，所以就参考一下我的方式就好。说实话，我真的是乱弄啦。通常做吐司呢，需要把纹理理得比较顺一点，但没关系，我是很随性乱做的，乱做能吃就好。
我觉得好吃最重要，如果能好吃以外，顺便颜值也高，那当然是最棒的。我买的这个猫咪吐司膜呢，原本厂商是建议面团量是300克，但我发现呢，300克根本没办法满模，所以我就自行增加到400克，就给它速速看看能不能满模咯。两边的耳朵先放下去，接着是猫脸部的面团，这3团面团的总重我用了400克，接着就可以让吐司准备发酵。也可以直接收成圆形，一样就是让面团光滑面尽量朝外，然后比较乱一点的地方，面团收到底部，也就是让面团整个收圆。可以直接收圆烤成圆形的面包，或是像我放在这个迷你方形吐司膜当中，烘烤完成就会变成吐司小方，很可爱。刚才说过，反正什么模具都可以，就是把它们放进去。没有模具的就用这个方法做成橄榄形，像叠被子一样就像影片的手法。然后封口处呢，记得就像缝合东西一样，尽量把它们的接缝给捏紧。这样子发酵的过程呢，面团才不会爆开，一定要捏紧，确实的压紧缝合面团，然后让它形成长条的橄榄状。没有模具的，我觉得用这个形状是最简单的。整形完之后呢，我们来发酵。最近天气很热可以常温发酵1个小时。我的烤箱呢，因为有发酵功能，我就设定摄氏35度，发酵50分钟。发酵完成结束后呢，我们直接取出面包。发酵完成的面包呢，我们可以在表面撒上些许的手粉之后，直接来割包，想怎么割都可以，请参考影片咯。不见得要用专用的刀也可以用普通的刀，锋利一点就好。锋利一点的刀会割起来比较漂亮。真的不想割也没关系啦，直接烤，就像这个小面包一样，直接烤也没问题。这一批我们就直接用气炸锅来烘烤，气炸锅不用预热。设定摄氏160到170度，烘烤12到15分钟即可。因为每个品牌的效能不同，还是要自行微调温度跟时间哦。气炸锅烤个1-2分钟之后，可以打开来喷些水雾制造一些水蒸气。想了解为什么要制造水雾、水蒸气可以连接到文字食谱，有比较详细的说明。另外这边示范个普通烤箱的版本我用水波炉内建烤吐司的功能，烘烤大约30分钟。没有内建功能的，可以设定摄氏170度，烘烤25分钟左右。一样可以在一开始喷一些水雾，制造蒸汽，这样子可以制造外皮酥脆的效果。最后倒数的几分钟，大家要随时观察上色的情况，烤到自己喜欢的颜色、金黄程度就可以了。刚出炉的面包呢，记得一定要放晾架，彻底的散热放凉，面包的风味才会好吃。然后确实放凉的面包也不容易胀气，切出来的面包剖面呢也才会好看。所以一定要记得，一定要确实的散热放凉哦。拍片因为时间的关系这个面包呢还有一点点微温，但整体来说已经差不多了。外表微酥脆，然后内部非常的松软。这个面包呢绝对是热热吃最好吃，烤多了没吃完，建议直接放冷冻。这个刚烤完外酥内软的口感，你不现吃一根真的太可惜了，真的就好吃但一定要记得，我们的面包没有放延缓老化剂，放隔天没有像刚出炉那么软是正常的。猫吐司膜果然跟它不熟，给它小小爆出来，但是这个爆出来的这个边边还真的很脆，很好吃开盖来看一下，哇，上色的粉不错，而且软 Q 的，好可爱呢。一样要散热放凉哦。摄影师要赶着收工了，我们赶快来切一条给大家看。你看看这个内部的孔洞组织，真的超级松软湿润，而且带着浓浓的奶香味，真的太赞了。你看它的弹性真的很好，压了以后都还会回弹呢。也是因为这个柔软的质地它拿来做吐司也很 OK 哦。再换另一个方向来切你看它中心的部分真的非常非常湿润，而且真的超级绵软，组织非常细腻有弹性，跟 focaccia 或是法棍又是完全不同的质地口感。这个就偏向台式软面包的口感，非常好吃。想不用机器做面包的，超推荐做一下这个免揉牛奶面包吐司，不管做什么形状，通通都好吃。
I should calm down, and that I'm overthinking everything about you, and that we're good the way we are. But I don't know that much about you, what things you like and what you don't. It's not that. 这个就是今天的食谱分享，别忘了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然后记得分享给亲朋好友，让他做给你吃。耶稣爱你，我也爱你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You know we should work it out. Before I'm too invested, I should probably ask ya.